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们给抓住了。楚楚，你想帮我，我明白，我确实也想尽快找到良策，缴清前有长安的逆党，但是我不能用我们的亲事来作饵。为什么？与你拜堂成亲，结为连理，是你我共度余生的开始。于我而言是件无比珍贵的事。此前诸多时光本该与你花前月下，可我先是对你起疑，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将你搅进那些危险的案子里，害你一次次陷入险境，受尽了委屈。我知道你没有怨我，但是这是你的善良宽容，不是理所当然。事到如今我都是欠了你的，若是连成婚那天也是如此，那就太委屈你了。王爷，你这么说，意思就是我的这个想法是行得通的了？行得通就太好了。楚楚，王爷，只要娶我的人是你，怎么成亲我都愿意。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受过什么委屈，如果只是和你成亲就能帮到你，那让我每天嫁你一次我也愿意。而且在我们成亲的时候，如果能把那些逆党一网打尽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。你想啊，你是大唐的刑狱官，我是大唐的仵作，咱们成亲的时候，如果能把逆党捉拿归案，那可是一个大大的好兆头，预示着咱们成亲之后能够逢案必破，百战百胜。可是王爷，你这样为难我不忍，所以我愿意。你要用自己的婚事来诱薛汝成入局？是。你既向朕提出此策，必是已想好了怎么做，但你光说让朕给你赐婚，可却没有说你到底想迎娶哪家的姑娘。难不成让朕随手给你点一个呀？不敢劳陛下费心，臣已有心仪的女子。哦，你有心仪之人，这倒奇了，是谁家的姑娘？臣恳请陛下准许臣迎娶前剑南节度使麾下将领云翳之女楚楚为妻。云翳之女，云翳之女，就是那个你亲手签发吏部文书的女仵作楚楚？正是。萧锦瑜，你告诉朕你要娶一名仵作为妻，你不要忘记自己是什么身份。臣是大唐的官员，陛下的臣子。那就不要再想这种给朕丢人现眼的事儿。陛下，您在给臣的公文御批中也曾对他协助臣破案之功大加赞赏，臣如今要娶一名您赏识的女子，这为何是一件丢人现眼之事？朕赏识的女子，就都是你能迎娶的女子吗？啊，才学归才学，身份归身份，你不要在这跟朕强词夺理。你是从一品郡王，他是一名仵作，你二人的身份有着云泥之别。别说你要娶这样的一个女子为妻，就算你要纳她为妾，也是有违礼法。你掌管三司，难道朝廷的礼法还要朕来教你吗？陛下，哎，萧景瑜，你不要在这儿想着跟朕说什么两情相悦的鬼话。朕也是经历过你这个年纪的，这个年纪的人就只能看到眼前的风花雪月。你可知为何自古至今成婚都是一件大事？那是因为成婚之后，你与他的悲欢荣辱皆系为一体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可曾想过此生要与一名仵作荣辱与共？你又可曾为他想过，他这样的身份日后如何在宗室命妇之中自处？你以为祖宗定下这样的礼法，那是一拍脑袋就能想出来的事吗？这都是多少前人用自己的悲痛换来的教训。这些教训既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，臣就斗胆再请教陛下。这些过来之人
饱受痛苦之事，可曾后悔过？若有后悔，他们后悔的是与心爱之人结为连理，还是后悔未能守住承诺，相待如初？放肆！陛下，既有前人之鉴，臣必时时警醒自己，不蹈前人之覆辙，还望陛下成全。萧锦瑜啊，萧锦瑜，都说你少年老成，想不到在这一件事上竟像个孩子。罢了，但朕有个条件，你应该明白。陛下，这吏部和三法司共同认定的仵作身份，对你来说实在来之不易。我明白他对你有多重要，所以楚楚，我现在还不能娶你。王爷，你原想放弃爵位与我在一起吧？要想擒贼，我们需要有所牺牲，对吗？那为什么不能是我呢？你现在得到的一切，都是凭你自己一点一点的努力辛苦得来的。你付出的努力，远比我多得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还能想到别的法子。来不及了，没有比这更好的法子了。楚楚，王爷。